这个要2把，老板，那根笋吧。一个22。老板付过了啊。好嘞。另一条吧。哎呦，这个还挺新鲜的。谢谢啊。谢谢。那个坏人又来了。昨天晚上不是刚来过吗？今天早上起来又来了，这次来的很频繁，咱们必须得对付他。老公，你先摁住他，我做完饭我就来帮你好吗？不行，他太强大了，我扛不住啊。他有那么强大吗？真的很强大。时间来不及了，咱们得赶紧进安全屋。时间来不及了，我要做饭。进安全屋最重要。别闹了，我今天去早市了，艾文要吃鱼，我本来就来不及了。你别闹了，行？哎呀，快！烦死了，西红柿！共同商议，一谋大事，怎么对付他？哎，别喊了，怎么自己醒了呢？怎么了？我做噩梦了，梦见什么啦？我急死了。急什么呀？我想上厕所，我跑到厕所，结果马桶没了。我跑到街上，全是车子，我着急死了。结果你找到地方尿出来了吗？尿出来。给我来，哇！而且给它洗一下。哇！你可真行你。哇！哎呀！自己穿裤子、刷牙、洗脸、拉臭手，10分钟解决问题。收拾你自己。 OK。妈妈，纸没了，纸没了。动作快一点啊！老婆，我那个昨天穿的黑西装裤子还有蓝衬衫都在哪儿？还有裤子呢。低头。快吃。没有油条吗？说好了呀，胆固醇、油条戒了呀。以后1、3、5喝这个，2、4、6次黑汤，我保你头发越来越密，肚子越来越小。但你不能让我一下子全部都戒掉，你慢慢戒吧。要断，这一刀给我断了，断了你的瘾。妈妈，我也想吃油条。你怎么这点这么随你爸呀？油条有什么好吃的？油大不健康。妈妈给你做的三明治不好吃吗？什么都有，有肉，有蔬菜，还有鸡蛋。为什么我这里边什么都没有啊？以你的身体状况，你只配吃素。现在，你是要把我养成兔子是吗？那是水兔子。快吃。尝一口，尝一口。帮帮我！你俩干嘛呢？没事。妈妈，爸爸不想和你弄到黄瓜汁。没有。周传，你别老逗他。待会儿我送孩子吧。真的吗？对啊，你不是你妈要来吗？他跟我约了11点。哎呦，他哪次不冒场啊？我都担心他6点钟过来敲门呢。但是他今天不冒场，我还能安安静静写点东西。好，你就踏踏实实写东西吧，我去送孩子。
各位，我介绍一下啊，这位是总部的吕经理，接下来的时间里呢，调到咱们分公司负责日常工作，大家欢迎。李总，您叫我小丁就行。哦，叫我小林就行。小鱼啊。这位是我们公司的技术骨干。哦，陆源。早餐以后不要带到公司来吃。连小鱼呢？连小佳呢？早餐不要带到公司来吃。丽丽耶，我来嘞，你老妈来了。你人在家锁什么门呢？我一个人在家为什么不能锁门呢？那艾文上幼儿园也没人打扰你写作，有什么可锁的呀？艾文走的时候，你给他穿没穿那个厚一点啊？你穿2条裤子，鞋垫垫了没有？丽丽呀，我昨天买的鸡在吗？在。给我大宝贝儿炖鸡汤。行，妈，那你忙活，我接着把东西写完啊。不是，你等一下啊？什么呀？你没打开。哇，米糕哎，你爱吃的。是，做这个挺麻烦的。好糯，好吃。好吃，多吃一口啊！妈，我主要刚吃完早饭，我不饿，我过会儿再吃什么？我今天4点就起来了，这10几道工序呢，一上午我都在忙活，你知道吗？它特别好吃，我就是有点吃不下，我过一会儿吃好吗？好。好吃，那好吃。我们需要50台云服务器，每台不需要太高配置，4核的 CPU 和8G 内存即可。这些都是为了保证 API 的响应。同时，我们选择一个128G 的消息队列，来保障每台机器的服务效率，并且我们还会使用容器技术来动态增补50台容器，以防止预期之外的请求。那大家有什么意见吗2个问题啊。对不起，如果活动当天友商雇了黑客攻击，你有预案吗？你就没考虑过是吧？好，第2个问题，你说40万的 QPS， 50台机器，那么你考虑过机器在使用时给端口造成的压力吗？也没有，你都没考虑过。那我的问题问完了。还有意见吗？我觉得吧，你这个不是在写代码，你这是代码大纲，小学生作文。咱俩关系挺好的，我救事不救人啊！你一拍脑门想出来的东西，让我们所有人给你擦屁股吗？你知道这损失得有多大吗？好了。既然大家都觉得有问题，那就再修改一下吧。啊，但是新方案啊，要尽快拿出来。自从我进入这一行以后啊，我的座右铭始终就是活到老，学到老，3更灯火，5更鸡，正是。我这椅子上有个别针，不知道谁落这儿，还是撅着的，你看。没别针吧？别一惊一乍的。对不起。我说哪了5更鸡对，鸡，3更灯火，5更鸡，正是男儿读书时。我希望大家呀，日后也要有这种精神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那今天加个班，把刚才的问题解决掉。你说我为了准备这方案，好几天都没睡觉。他说不好死就不好死。嘿，别上火了。你说你费了半天劲，你在会上哪句话说到点儿上了？是不是？人权哥说的也没错啊。权哥今天也太不给李总面子了，也没说到点儿上。吃你的糖。胖，别生气了，我过来跟你道个歉。没事，不用道歉。
会上话说重了啊，你别往心里去，我真的是救时不救人。行了，我妈刚从山东给我带的煎饼，这个咱们一块分着吃。我在你办公桌上扔了一袋新的，走吧，饿死了。来，走吧。吃饭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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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饭。这是一古董吧？我想问你好几次了，哪儿收的？我特喜欢。嘿，这你可收不着，这是我爸的爷爷给留下来的，也算是老古董了吧。一到这儿就想，周璇刚跟我结婚的时候，老是半夜被吓醒。现在呀，他要是听不见钟声，还睡不踏实了呢。那你好不好奇我为什么这个点来找你啊？不好奇啊，你就是这么天马行空的呀。因为我掐指一算，你要红了。看在你是我的伯乐的前提下，我要是红了，我肯定养着你。你还真别不信，我说你要红了，你肯定就红了。为点什么呢？你看，本来你的书下个月才上，但是出版社的新书推迟出版了，就这半个月之内，没有其他能打的书上市了。你就说是不是你红的机会？这算个什么机会呀，大姐？你不也说了吗？现在愿意看纸质书的人是越来越少了。就我这么一个籍籍无名的小作者，就算是出版社印了几万本，能卖出去多少谁知道呢？我呀，没有那个野心，也没有那个命。哟，能不能稍微高调一点？老师，等会儿。哎，田老师你好。周爱文在学校跟女同学打架是吗？老员工还这么不靠谱啊？不是，怎么了？您说。大计划上写的明明白白，今天上线，你为什么拖到明天？吕总，主要是我昨天在数据库里发现一个 bug，所以还得再调试一次，确保万无一失。你修复的？那什么，我和老于一起修复的。你俩是吧？你干什么了？轮到我休息的，所以我就休息了。乔布斯说过呀，考亲戚考邻里不如自己考亲戚。呀，气得我老家话都说出来了。周谦儿，对不起啊。你作为一组之长，作为这个项目的负责人，作为资深员工，你休息去了。李总是这样，我也干了很多，只是昨天轮到我休息了。我想，对，乔布斯说的对，让我受益匪浅。呀，你还学我？不是，我这不是拉近关系。您接着说。加班。乔布斯还是会。哥，对不住啊，我真想帮你解释来着，我又说错话。哎呦，晚上请我宵夜。老婆，老公，你怎么不接我电话呀？不是，我刚才那个领导正说我呢。刚才田老师给我打电话了，说你儿子打架了，他也通知了对方家长。我想让你跟我一块儿来，我觉得这事儿不是那么好解决的。我公司吧是……行，你忙你的，回家再说吧，我不跟你废话。田老师，艾文妈妈，不好意思，抱歉啊。周爱文，怎么回事儿？妈妈怎么跟你说的啊？不能动手打人，尤其是女孩子。你没听懂是吗？抬起头来，来。田老师，谁欺负我们家女儿啊？什么情况啊，田老师？哎呀，你觉得这礼拜会加班吗？我说这个不好说啊。你看里面那位啊，你没看见我们加班就跟吃了亏一样，就他高兴了我们就难受，我们一高兴他就难受。变态嘛。哎呀，就当是更年期吧。再说了，哪个 IT 公司不加班啊？对吧？有咱们这么加的吗？
几乎每天都在加班，回家以后手机还得24小时开机候着，这不是要命吗？谁稀罕他那加班费啊？我要活着。我儿子天天跟他妈投诉，说要换爸爸，3什么下去我完了。真没想到艾文这么弱不禁风啊，一推就倒了。艾文妈妈，我看你啊，给艾文报个强身健体的兴趣班吧。这毕竟是男孩子，总归要有点男子气概的，你说对吧？对的，我们家儿子打架真的不如你们家女儿，因为我们总是在家教育他要有风度。打架呢是解决问题最愚蠢的办法，对吧，艾文？当然，我不会去评价你的女儿够不够淑女啊，我会尊重她的个性的。我不是这个意思呀。你是不是这个意思？我们俩心知肚明。先不说别的，你作为家长是不是应该教育一下你的女儿，给我儿子道个歉？男孩子心眼这么小，行吧，道歉就道歉。思怡，对不起，没关系。艾文，你太棒了，妈妈为你骄傲。心胸那么宽广，思怡也很棒。没关系的，思怡。哦，田老师，麻烦您给我们开一个请假条吧，因为我想带他到医院去再做个检查，为了确保他别的地方没有受伤。周艾文，我一天到晚的好蛋好奶伺候着你，你也不缺营养啊，你怎么连个女孩你都打不过？你看你那脸让人打的。妈妈，你不是说过吗？在幼儿园不许打人，打人的不是好孩子。我们绝对不要主动动手去打别人，这是对的。但是，一旦别人动手了，那你就，反正你不能站着挨打呀！你傻不傻？不傻，是你说的，男孩子要让着女孩子。再说了，他也不是故意的。妈妈，你这么斤斤计较，显得有点没风度。你小脸被打成小花猫了，你骂我心疼，变成我没风度了是吧？我教你那点道理全用在我身上，小鬼爸爸。行吧，小 gentleman， 走回家。我去医院了。去什么医院呢？你就蹭破点皮，有什么医院可去？我吓唬他的，我让他不痛快。为什么要思怡妈妈不痛快？因为他没有礼貌。我让他不痛快，我让他长教训，以后不能这么没有礼貌跟别人说话。还没有我们家艾文懂事儿呢，是不是儿子？怎么样啊？我看看，没什么大事。有血了吗？没有血，脸红的，大的跟螃蟹似的。有点肿。我帮我再回去去。小男孩儿，让我儿给打成这样，真的是。哎呦，这事儿昨天晚上，你说他怎么这么弱不禁风啊？啊，让一个女孩子欺负成这样。反正这点不随我，我觉得是你妈惯。我觉得更多的是怪你。你知不知道，一个男孩这个时候特别需要爸爸陪着，你陪他太少了。哎，咱们现在吧，互相抱怨一点意义都没有，想解决办法。那你想什么办法？我觉得不行了，咱们就快点给他生一个彪悍的妹妹，以后保护她。哎，老婆，什么意思啊？这是？哎呦，我妈可真行，什么肉塞进去的，都跟她说不用。她说：“大宝贝儿不是老尿床吗？
这我找的偏方儿。首先我买一只大公鸡，完了就把那肠子放到那个瓦片上焙干了，最后研成那个细末，跟这面粉和在一起烙成那饼。你给它放到床上，放哪儿？褥子底下，以后就不会再尿床。哎呦我天，怎么会这样？这好太愚昧了吧！这也真是。哎，说那个小姑娘学跆拳道，我要不然给艾文也报一个什么武术班之类的。抱你妈！怎么还骂人呢你？我说抱你妈不一定会同意，你怎么不听说完？你就是故意的。怎么可能？我因为一张饼，我至于吗？我妈你别管，我去跟她说。说了你吧，天天这么晚回家。那不是因为来了个周扒皮吗？我们要不加班，就感觉他掉了一块肉，折了他的寿一样。我不管啊，什么周扒皮不周扒皮的，你答应我们的事儿你不许再晃了。这回肯定不会的，说什么我也要去。没跟你开玩笑，艾文等了2年了，再不出去玩他就憋疯了。知道，哎呦，他让女孩给打成这样，能让他失望吗？不行，你给我发誓。发什么誓？老公，我觉得我刚才说少了。饿了？弄点吃的。行呗。那我这点西红柿面是不是啊？老公，简单吃一口行吗？可以啊。走，回家啊。洗手啊！回来了吗？老师留作业了吗？留了。进屋写作业去吧，快点。我们要休息，不写作业。过来写作业去，快点。不写。周艾文，宝贝儿不怕啊，外婆不是冲你啊，大宝贝儿哈，外婆不舍得啊。来，乖，吃糖。我跟您说过了，他不能吃甜的，他牙不好，会长虫的。还真的不能吃它。你怎么了？你说怎么了？你说怎么了？我说我不去跳舞，呵，让我去跳去吧，跳去吧。你看看这脸伤的，这就是你们带孩子的结果。乖，渴了吧？来，咱们喝水啊。来，死了吧，都会。乖外婆，乖，喝水。周艾文，回屋做作业。嘿，外婆说了不用做作业。对，我这局还没玩完。iPad给我。我这局还没玩完呢。站好。妈妈怎么跟你立的规矩？背一遍。回家先洗手，然后做作业。你做作业了吗？还有呢？帮爸爸妈妈干力所能及的活。什么意思啊？啊？你让这么点的孩子，给你们干活？行，你们有什么活？一会儿再训我。你来，你跟我说什么活？你这样，你交给我，我替你干，行不行？你别让孩子弄，拿着书包啊！孩子多累，干嘛？自己拿书包回来你就让他这样啊？做作业，你快一点。妈，你不要这样好吗？你一会儿再训我。拿着自己书包，进屋做作业。孩子多累，你别让孩子能让他歇一会儿啊！你这干，你要做作业。你这，哎呀，哎呦，你给我开门！这是我们公司上季度的项目报告和客户评价。哎，怎么才回来呀？我们这个团队，李总，对不起啊，回来晚了。别走，你先慢慢看啊。来我办公室。哎。我让你4点钟送到，你足足晚了5分47秒，48、45路吧，6分钟。你知道6分钟世界会发生多少事情吗？地球1分钟转27.8公里，6分钟就是整整的100多公里。这如果是战争，根本用不了6分钟。开炮，结束了。
今天来的都是我们公司重要的客户，如果因为你迟到的6分钟，人家不高兴，不和我们签约了，这个责任你负得起吗？谁？我进。周强，你在这干什么？我听到了您说那5分47秒啊，关于时间的重要性，我完全赞同，但是您的计算方式有点不太公平。您光算他迟到的5分47秒，如果算我们加班的话，那应该是5分47秒的 n 次方了。你是来找茬的？不是，这事儿我也有责任，我车陪他去的，因为我把车借给他。周强，哎，你把企业文化背一遍：天道酬勤，众志成城，感恩的心。你只需记住后4个字：干活去。妈，咱聊聊呗。聊吧。我知道你看见艾文受伤了，你担心，但没什么大事，真的。这就是小朋友之间有点摩擦，互相推搡了一下，这不也挺正常的事儿吗？艾文呐，乖，听外婆跟你说啊，以后你要发现有人要打你，你一定要躲开。妈，你躲得越远越好。再金贵，他是个男孩子，遇到事就躲吗？这么躲下去，他不是个窝囊废吗？遇见事儿你就得赶紧躲，你不能往前冲，你懂不懂？要不是我，艾文能教育得这么好吗？他好吗？当然了，他身上的毛病你看不见是吗，妈？你恨不得鞋带给他系，衣服给他穿。如果你背得动，他最好路都不要走，对吧？3岁的时候，你还拿个瓶追着他尿尿。叫你这么带，他现在都不会自己尿尿，你觉得好吗？他这样到社会上，他有任何抗击打能力吗？艾文他还小，乖，饿了吧？妈，你让我把话说完好不好？您说吧，我听着呢。我跟您说过多少次了，吃饭的时候不要让他先吃，这样他会觉得他比所有人都重要。不要喂他吃饭，他觉得他可以吃独食。这些道理你不是不懂呀，妈。我给他立的所有的规矩，只要你一来全破。你不在的时候，他乖着呢。您这么惯着他，他会毁了。哎呦，汤好了，我给艾文盛汤去。哎，乖宝贝儿，汤好喽。放点汤啊！哎，看走啊！燕姐，哎呦，哎，2份馄饨。好嘞，刚下班啊？对。你们这下班呀，可是够晚的。是。这带回去跟老婆一块吃啊？啊。那就1碗有香菜，1碗没香菜。今天2碗都别放，我怕他嫌弃我嘴里有味儿。哎呦。你有病啊你！吓一跳是不是？你跑我们家来干嘛？我刚送我公司主播回来，我给你发个信息你也不回，电话你也不看了，忙什么呢？我开车呢，我怎么看？行啊，你几号楼啊住的？你不想知道？你跟我喝酒，我告诉你。我不去，回家了。我给我媳妇买馄饨，我吃宵夜呢。你这送上去的跟我去呗。我跟你姐在一块的时候，你会这么要求我吗？你跟她在一块的时候，你少干这事儿了。我酒量谁练出来的？都年轻过。好吧，我这么急，不行，太晚了。你是特意在这等我的，还是？我看你开车回来了，不堵你来着吗？你怎么耐不住寂寞呢？陪完女主播又让我陪你。改天，咱俩改天行不行？约好，别诓我啊！好，罗老哥，好，慢慢，哎。别说这样，行，走。你回来了。我在门口碰上袁毅了，泡妞泡到人家小区来了，
说送他的一个女同事回家，没有关系能送人回家，这小子简直服了！单身自由啊，这个坏人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不想吃。干嘛呀？这么愁眉苦脸的？我让我妈给气着。怎么回事？老公，我现在真挺后悔的。这些年让我妈帮着我带艾文，但是我说这话有点不孝啊。我知道他特别辛苦，我感谢他，但是他这么教给我的儿子，他这孩子得废，你知道吗？生个二胎吧，咱们把艾文抢回来，让他玩二宝。哎呀，行了，老人嘛，回头你跟他聊吧。要聊你跟他聊，那根本就不讲道理。行，那我回头跟他聊。吃口呢，来，多么一家香菜，怕你觉得我嘴里有味儿。吃。这里发的微信你看了没？看了。咱们开车去吗？对啊。你不能像今天回来这么晚啊。咱们要走得这么急吗？2天2夜比1天1夜房费还便宜，而且艾文到了第2天醒了他就能玩，相当于他有整整2天可以玩，肯定得这么计划才划算啊。长得漂亮，还会规划，我何德何能啊，娶到这么聪明的老婆？你少跟我臭贫。没有，真的。你明天不要这么晚回来了，8点钟之前必须到家。哎呦我的妈！我们就住2个晚上，酒店挺好的，你还要带被子吗？哎呀，你哪知道酒店那个被子质量好不好？我万一生过敏怎么办？那这棉衣算怎么回事？就2天还得带2件。你忘了上次了？上次那孩子弄湿了衣服，那一瓶汽水浇上去了。你这现在天这么冷，到时候孩子你感冒着凉了怎么办啊？干嘛呀你？我要把这些带去。你别捣乱了，带玩具干什么？就要带，不许带。带就要带。妈，你别老带，箱子塞不下了都。怎么塞不下？你看看，来，快给我。哎呀，出去玩2天跟搬运工似的。那孩子要带，我不怕，我有劲儿啊。搁下了吗？你看，我看你怎么合上箱子。你不帮我，你还看热闹。我跟你说，实在不行，咱们再弄一箱子都行。哎呀，宝贝儿，来，穿上来。哎呀。放心吧，老婆，我都跟老杨说了，让他帮我盯着点，我一会儿就撤。不是，你看看都几点了？咱们说好了8点钟出发的嘛，我妈等半天了，一会儿又该急了。你不相信我对时间的把控吗？你快点的。所有人啊，北美那边客户啊，系统出问题了，啊，现在无法运行，这可是大事儿啊！你们知道该怎么做了吧？加班呗。没错，加班啊！今明2天把这件事情解决掉，确保万无一失。有问题吗？没问题啊，没问题。好，干活吧啊！我一会儿得先撤，干嘛去啊哥？有点急事儿。那你千万别让吕总看见。明天你早点过来。明儿我也过不来，后天也来不了。我答应我老婆带孩子出去玩了，你帮我盯着点。放心吧哥，我能应付。撤吧。
累了吧？我来开会儿吧。不用，还有60公里就到了。说你走的时候大家都在加班，你就这么溜出来了，慌不慌心？我慌什么呀？我不慌，那帮年轻人慌。那天吧，被那周扒皮给数落成那样，抗压力极强，都乐呵呵的。我觉得那孩子比我能忍。然后就这周扒皮吧，天天的就折磨我，然后他好像很快。老公，你看西红柿多像肚子眼。啊，我特别喜欢这种跳跃啊！你能把我带到外太空去？不好意思，打断你说。啊，没事。睡得真香。都不知道他往箱子里都塞了什么，太可怕了，搬家。我要是睡着了，你会失望的。妈妈，我好想唱，我好想跳啊！那你喊2嗓子吧。喊什么？想喊什么就喊什么呀。我先来。周安文，你不要再尿床了！你干嘛？妈妈，你实在也太胖了！你胡说八道！你不许这么说，你要说妈妈，你是全世界最美的女人。不行，是我先来的，你这叫插队。你没看见啊？还在这录像呢。艾文那么老实。我看见了嘛，就是2个小朋友都想骑这个木马，我想看看他会怎么解决，懂不懂得分享。行，听你的，看着吧。糯米，怎么回事啊？一个一个玩是不是？对不对？要一个一个玩。你是小女孩的妈妈呀？外婆，我在这里玩，他来抢。不是你这个得管教你的孩子啊，不能这么野蛮抢人家东西啊！我没有，你不能这么说话，人家是个小女孩，好吗？小女孩玩，你不是想玩那个吗？让外婆带你玩滑梯去，好不好？这是你得好好管教，知道吧？啊，不好意思，老人家就是比较护着自己家的孩子。我们糯米很懂事。我知道，我一直在那看着呢。我觉得他们也没有什么。是，我想让小朋友们自己解决他们的问题。对对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不好意思，小妹妹。没事，你说我也有不对的地方，我不应该。哦，不哭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好的。没事。
啊，好了，妈妈知道了，你也想玩？抱歉啊，不好意思，没事，不好意思，你不能这样啊，要一个一个排队玩，知道吗？没事了，没事，你不好意思，哎，可以，好。对不起，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Sorry, the number you dialed is 姑奶奶，你可算接我电话了。听得见吗？我信号不好。信号不好，你也不能逃避工作。你的新书要提前发售了，你赶紧写篇稿子，预热用的。我跟你说了，我在外面度假呀，好不容易有个假期。我不管，明天，最晚后天吧，我要见到那篇稿子。我跟你说了，我在外面度假呀，好不容易有个假期。我不管，明天，最晚后天吧，我要见到那篇稿子。我没带电脑，大姐，你也是周扒皮吗？你可以用手机备忘录写啊。我一整天都要陪孩子玩，你能让我安安静静的度个假吗？我跟你说，孩子什么时候都能陪，走红的机会可不是天天都有的。新书上市前半个月发出来，好吗？好，行，你别啰嗦了，我知道了。艾文你好，我叫糯米。交个好朋友。好了，我们来玩游戏吧，来吧，我们开始玩游戏了。1、2、3，停！1、2、3，停！1、2、3，停！1、2、啊！还是你有办法，真厉害。我那个儿子呀，让外婆惯坏了。还没问你叫什么呢？啊，我叫车丽，我叫于巧巧。你跟你妈妈带孩子来玩的吗？还有我老公，不过他睡着呢，昨天开车累着了。我老公也是一早就在办公，然后到现在也不跟我出来。不过不来也好，来了我还得照顾他。是吗？你还得照顾，可累了。男人带孩子肯定是没有妈妈带的那么是的。你也是全职妈妈吗？对，我也是，你也是吗？我也是，太巧了。是的。妈，周艾文长手了。我知道长手了，孩子不是累了吗？孩子那手。您这么着，他张嘴也累，您给他剁碎了，那脚也挺累，对。艾文妈妈。哎，你好，你们也在这儿呢？对，就小糯米爸爸呢？还在工作呢，一直都没出门。那你跟我们一块儿吃吧。不用，不合适。没关系，这是我老公，叔婶儿啊，这是我妈。哎，你好。叫叔叔阿姨、奶奶好，招呼吧。叔叔阿姨、奶奶好。哎，来吧，一块儿吧。老公去加个椅子吧。好，谢谢啊。别客气。借过，哎呦，谢谢。坐这儿吧。服务员，再帮我加一副小孩的碗筷吧。好的，请稍等。没有。他有点玩累了，不在状态，是吧？一看就是有点累了。糯米可真棒，你看看人家小糯米，自己吃的多乖，他自己吃着呢，你干啥呀？你这是？来，我们张大嘴哈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老公李健。您好。你们好。车丽、周全，还有艾文的外婆。阿姨好。哎，你好。一块儿吧。一起吧，对，反正也就坐下了。对，真不好意思吧？没事，来吧。我们正好点了很多菜，都想尝尝，是不是要浪费了？对。来坐吧。来。那就打扰了。没有。没事，没关系。我们这一家都来蹭饭了。别这么说，热闹啊。别客气哈，随便吃。周先生，您是做什么工作的？我是 IT。IT 行业好，现在火呀。人家是大厂的精英，可厉害了。哎，老婆，你帮我接。喂。周全，全公司都在加班，你倒好，度假去了。什么
叫众志成城？就是所有人一起努力，不让一颗老鼠屎毁了一锅汤。工作节奏这么紧张，你特好放松去了。周传，我警告你啊，你现在立刻迅速马上给我滚回到公司来。怎么说话呢？我没时间回公司。我不接受你的道歉，绝不接受。抱歉啊，那个，我去结个账。好。哎，我来吧，我来，不用，您坐。他们在一起工作好久了，挺熟的。有时候说话就没事，不好意思，没事。对，艾文吃，艾文睁大嘴吃。我好不容易跟老公孩子出来度个假，你怎么跟催命似的呀你？你火了！你说我的嘴是不是开过光了？你现在已经好几篇10万加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刚刚跟社长说了，你现在已经是咱们社的重点发展对象了。你的新春签售会咱们得大办特办。真的假的？那我现在要做什么呢？你等着呀，明天给你安排了一场签售会，早上我去接你。不是你等会儿，什么时候明天呀？你不是今天晚上就回来了吗？我是今天晚上回来，但我不得准备准备吗？大姐，你弄得太赶了。你还有10几个小时可以准备呢，大姐。打起精神来，好吗？明天见。快，趁艾文没在，来一口。老公，孟非给我打一电话，说我可能火了。公众号啊？你们昨天晚上还真赶回来了，假期怎么样？还行吧。怎么样了？差点意思。哎呦，你看你，这一个签售会嘛，我这样不是可以了吗？车厘子同志，你已经不是过去的你了，你很有可能要走上你的人生巅峰了。你能不能别再这么气定神闲了？你这该动起来，动起来！哇，你怎么那么激动啊？哎，就1篇10万加的稿子，我能翻起什么大风浪来？我的天哪，还就1篇10万加的稿子，你知道现在出1篇10万加的爆款有多难吗？哎呀，怪我。真的，我应该多提醒提醒你的。你应该穿得再隆重一点，一会儿还有媒体在呢。还有媒体在呢？啊，10几家呢。那就是说我除了写我的名字，我还要说话是吗？说呀。什么叫说呀？写字我不紧张，说话我紧张啊。你就像平常那样说呀。平常，那我是应该一直面带微笑那样，就是我应该是什么样的状态呢？你这个弄得有点紧张啊，真的。别紧张，没事儿，没问题。哎，老杨，我还是得麻烦你再帮我扛一扛。是这样，我岳母呢跟我儿子全都发烧了，我老婆今天也有个很重要的会，所以我去不了。找你什么情况啊？我跟你说啊，这老李一天找我好几回了，你要是再不过来，我也顶不住了。老杨，哎。你还说他听话、有能力，对工作有热情。咱们公司之前好几个大项目都是他办的，干得挺漂亮。本来都准备给他升职了。他这样人还想升职？
就他这表现，对公司其他年轻员工有什么影响？你考虑过吗？你放心，我把所有可能发生的问题都告诉小丁了，他会处理得非常好。我现在去，其实也就是走一下形式。家里边这么多事儿，很需要我，你帮我扛一扛行吗？我知道你也不是故意不来，但是这个话我得跟你说明白。这老吕就是新官上任3把火，你别自己引火上身。他烧烧去吧，还练就我一身火眼金睛呢。妈，喝点水啊。哎，好点吧。哎呀，这个钱儿。哎，没事没事啊。好多少啊？38.5度。哟，你们俩好一致啊！他也38.5度。有呢。那个，你别担心妈。我今天不上班了，我在家里边给你们煮煮粥，做做饭。上班哪行啊？没事没事，我已经请过假了，你放心吧啊。我去吧。妈，您就躺着吧，我都可以。你们现在发烧也吃不了什么大菜，对吧？小菜你也做不了啊。是小菜我做不了，但煮粥简单啊，您就放心。我把药给您搁这儿了，水也搁这儿了啊，就麻烦您自己喝一点啊。哎，我去做饭。陈老师，邱老师，哎，你怎么用了这张相片儿？显得我多矫情啊！照片挺好的呀，哪儿矫情了？你要不喜欢，回头找摄影师再给你拍2套。准备怎么样了，里边？孟老师，上面都准备好了。好，走吧。走。敲一下子。啊！真假呀？疼，信了吧？这粉丝儿买了这么多，得花多少钱啊？我们出版社有这费用吗？这全是真粉，都是为你而来的。这太突然了吧？这些话我跟你说了好几遍，给你做了好多倍心理建设了。不是，我没想到这么大阵仗啊！你的那篇文章一夜之间被转成了10万加，不光是公众号爆了，你的书在各大平台销量也暴涨了。我说过好几遍了，是不是？那你热不热？我怎么好热？热就对了，你早就应该兴奋起来了。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？上台。现在就上台啊！上台！我说什么？哎，不是你先。栗子老师，您文章里说的都是真的吗？都是您亲身经历吗？您孩子真的这么淘气吗？对，我儿子特别淘气，我写的都是我家里发生的事儿。简单的一套。小丁，我呢，昨晚收到邮件，客户那边说临时有个功能变更。我已经把数据结构和接口写好了，文档和代码也上传了，你看一下啊。老师，想问一下，您平时是怎么抽出时间写文章的？我儿子跟你儿子一样大，我每天忙得倒头就睡。业务逻辑这块你要再完善一下，加油！最后的冲刺阶段，大家再拼一下啊！回头我请客。可能我家老公比较省心吧，对，他还比较不给我添麻烦。所以可能别的事儿我干的少一点，我就在家写东西。
我呢是个急脾气，但他跟他爸爸一样，什么都是慢吞吞的。你有什么好的建议没有啊？我也不是什么育儿专家，我也是摸着石头在过河。但是我看过一本书，它里边有一句话说，育儿的主角不是孩子，是我们自己。其实还给了我挺多启发的。有事直接给我打电话，我先去忙了哈。老婆，看见我给你发的照片了吗？真的来了好多人啊！真的是人山人海哦。你花多少钱买的粉丝啊？我也以为是他们花钱买的。莫非跟我说，出版社是铁公鸡，根本不可能花钱给我买粉丝，所以来的真的都是喜欢看我书的人。啊，我写的东西那么多人喜欢看，我好开心啊！哇，太棒了，恭喜你哦！以后我跟你混喽。你就跟我混吧，我保你锦衣玉食，大富大贵。好嘞，那这软饭我就吃定了。你随便吃。哎，老婆，我这边还有事儿，我先挂了。啊，好，你先忙吧，拜拜。嗯。怎么样？台面够不够大？我太有面了，你怎么那么能干啊？我也是蒙圈的，我的天哪！但是就是你太棒了，有没有那种当大明星的感觉？当大明星，我觉得得体力好，真的，我光签点字我都觉得手腕快折了。哎呦，我怎么样啊？今天表现的特别棒。真的假的？我刚上台的时候，我觉得我特傻，我都不知道说什么，整个人是懵的。一点儿都不傻，真诚自然，粉丝看了会更喜欢你呢。这么好的日子，咱们喝一杯去吧，趁着上飞机之前，好不好？哎呦，我想跟你说呢，我觉得还有点时间，我想回趟家。你太没劲了。哎，不是你没有孩子，你不能体会我的心情，不然走这几天我心里不踏实啊。好吧，我们直接机场见。行，9点钟之前最晚啊，到机场。你放心吧，别晚了，这个我不能晚了。社长啊，挺好的，刚结束。嗯。啊？哦，那我得问问他。您稍等一会儿好吗？嗯。怎么了？铁公鸡拔毛了，要给你办庆功宴。哼，没事啊，你要是不想去，我自己能搞定。不光是我的庆功宴吧，也是你的鸿门宴吧？那我得在，我必须给你撑场子。你太仗义了！那必须的。哎呦，我的宝贝，你太仗义了！走吧，儿子，我先不要了，走。天哪！哎呦，周全儿，这就是你给我们做的这病号饭呢？啊！早知这样，你直接点就完了，你何必绕这么一大弯子？哎呦，还费我一口锅！哎呦，这我哟！我想找妈妈。是啊，你说这锅招谁惹谁了？妈，我就求您一件事，今天发生的一切，你能不能不跟丽丽说？哎。恭喜恭喜恭喜我们的大作家签售成功，绽放斐然。谢谢你。哎呦，亲爱的，恭喜恭喜恭喜！哎呦，你太棒了，是吧？这今天啊，对于咱们出版社来说，那就是寓意非凡的好日子。是啊。来，上座上座上座。好，王一鸣。坐在社长旁边。坐这儿不合适吧？那必须得坐这儿。太合适了。那我
不客气了，不客气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快坐，快坐。好，都坐，都坐。是这样啊，为了恭喜你今天取得这个成绩，姐专门给你设计了3道大菜啊，来看一下啊。哎，这第一道，节节高升，寓意着你的公众号点击量将节节高升，更上一层楼。好，谢谢谢谢。来，这第2道啊，第2道，大卖特卖，寓意着你今后写的每一本书都将大卖特卖。这最后一道啊，寓意最深啊，红红的，叫一炮而红。你看你现在啊，在咱们出版社等于已经是打响了第一炮，我们都坚信，在你的带领之下，我们出版社这今后必将红红火火，在业界一炮而红。哎呀，刘姐真是太用心了，多有寓意啊，是不是啊？各位同仁，把酒都倒满吧。来，让我们一起敬我们的车老师一杯，恭喜他新书大卖！谢谢，大卖。快坐，快坐。哎，小车，端一下。好。姐呢，今天想郑重其事的给你道个歉。是替小妹儿给你道个歉啊。在座的各位都知道，我们小妹儿呢刚回国，什么都不明白呢，就把你给签了，确实是缺乏经验，耽误了你整整2年的时间，真是对不住你。不过还好，是金子总会发光的。你看你现在。璀璨放光芒啊，是不是？是啊，姐呀，是真的打心底里替你高兴，但是同时呢，又有那么些许的遗憾。如果当时你说我呀，是吧？算了，不说了啊！来，姐敬你。遗憾？您在遗憾什么呀？你是替我遗憾吗？我没觉得遗憾啊，我其实觉得我特别幸运，真的，在座的有些可能都不知道我在写书之前是干嘛的吧？好几年我是一个全职妈妈，我写东西就是因为，爱写点东西，然后孩子大一点，我有空的时候打发一下时间，就自己随便写点东西在网上发，然后孟非就发现我了。怎么样，车丽姐？你看我们这出版社其实还行。我在报社干过，我知道你们出版社。好，谢谢。其实我今天来呢，是想来感谢你的，给我打过那么多次电话，那么喜欢看我写的东西，我挺高兴的。还有就是想问问你，我写的那些东西，阅读量也就几百吧，有的时候回复连10个都没有，你为什么那么看好我呢？车丽姐，我是单身。但是我看了你写的婚姻生活，我觉得特别温暖，很温馨，甚至开始对婚姻都有了那么一点点好奇。真的假的？对，那这么好的文章应该让更多的人看见。为什么阅读量低、评论少？就是因为您不会经营，没有宣传啊。我没想过这个。那这就是我的作用，在这个出版社，我就是一个助理编辑，一个新人，一个小白。我想请你相信我，如果你愿意的话。你一定是我的第一个作者，也是我最重要的一个作者，我们就一起努力。我真的希望有更多人。喂，妈。哎，我听见了，我就出来了1个多小时，我谈点事儿。我听见他在找我，你别嚷嚷了。好，我马上回去。你单身没有孩子，所以你理解不了有了孩子之后，你几乎所有的精力都得在他身上，没办法，明白。所以非常谢谢你，但是你让我再想想吧。你考虑考虑。啊，谢谢你啊，小猫。你真的要相信自己的才华，你写的文章，你的那个文笔，有才华，但是我可能没有时间。你的那个文笔特别细腻，而且你超级犀利。我们下回再聊，我真的得回去了。好的，不耽误您的时间。哎，再见啊！哎，再见。
从一开始我完全不相信我可以做这件事情。3年了吧？真的3年了，是他一直在鼓励我、帮助我。我俩平时老在一块工作，很熟的朋友之间很少说那些好像煽情啊、刻意的话，觉得挺矫情的。但是我今天决定，借着刘姐的这个宴请和社长的酒，我要很认真的过来敬你一杯，来，真的，认真的敬你。谢谢你，没有你，肯定没有我的今天。你对我来说是不可取代的，谢谢。干了啊！没事儿，偶尔喝一下没关系。车老师，这杯酒我得好好敬你一杯。是。你不用。谢谢，谢谢啊！各位同仁，我有2件事情要宣布。第一件，出版社决定加印10万册。第2件事情呢，就是我们社里已经跟车老师达成了共识，将以高价收购他下一部新书的版权。压力好大。袁总，你去哪里啊？快去快回！我上外面透透气去。趁我等你啊！行，回来。你们看到他刚才那副嘴脸吗？我天哪，都拽到天上去了！这叫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。哎，还真以为咱刘姐要撬他的墙角根呢。他想的太多了吧？真是。你要说就这一破写软文的，还真比不上咱们专职作家若梦，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。说的是呢，这个孟非也是，搞不清楚自己的位置。那书又不是他写的，有什么可嘚瑟的？就是，你瞧他那怒冲人呀，是这样的。你好，你接个活吗？谢谢啊。姐，所以呢，咱别跟这种人一般见识啊！看谁能笑到最后。就是格局，格局打开。应酬到这个点儿，一般要么谈成了，要么谈崩了。我猜你是前者吧？也不一定，也有可能是无聊的人，还得在这儿听八卦。你怎么看？我怎么看？我怎么看？一般以我的经验，一群人诋毁一个人，要么这个人真的很讨厌，要么就是嫉妒。刚才已知的是，他们讨论的是一个女人，工作能力应该也压得没有。他们这么说，80%应该是个美女吧。所以我觉得，这样人有资格骄傲，也经得住这些诋毁。看人挺准的嘛。做哪行的？自己当个小老板。你可以告诉女朋友，不用管他们胡说八道的。毕竟有美女在的地方，就有争议。这点我相信啊，你肯定深有体会。哎，伙计。不用了，就当是谢谢你的夸奖。哦，
我今天够意思吧？我告诉你，我好久都没有喝过这么多的酒了。辛苦你了。不过你们出版社的这个饭还有人，都挺要命的哈。这下你领教了吧？满地都是混日子的，我这种正常干活的反而成异类了。我回不了家了，咱得直接去机场了，对吗？对，还真来不及了。哦，对了，又加了那个广州和武汉了。啊？不是就北京和深圳吗？是，之前是，但现在你太火了，你做好心理准备，这2天就是在机场和书店打转啊。那咱要出去几天啊？多个2天。不是大姐，你不能这样，我不像你是单身说走就走，我家里摊子事儿呢。我知道，你这2、3天他也不会出什么事儿，好不好？我也没辙，我也被他们逼的。我跟孟非晚上10点的飞机飞北京。老婆，一路平安。老杨，我实在是对不住。老婆出差了，家里边呢，老人跟孩子都没退烧，我得再请2天假。小丁呢，把那个所有解决不了的问题都给我发过来了，我在家里干活，麻烦你多担待，谢谢。大家辛苦了，辛苦各位今天还得加个班，就算爆肝，咱也要把这个项目给干出来。有什么问题，随时找我。干！怎么样？累了吧？啊，肯定是累啊。不过也挺开心的，原来真的有那么多人看过我写的东西，而且喜欢，太神奇了这感觉。还有一个感受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假。真的，因为发生的太突然了，我现在都不相信这些是真的发生了。还有就是我笑的假，尤其拍照的时候，我不骗你，我脸都笑僵了。我以前听人说跟人合影笑的脸都僵了，我觉得有点吹牛。现在我是真实感受到了，真的，到后面我都感觉这儿是抽筋的，一直这样。神奇，神奇的感觉。那累也算值了。你想想咱们那销售量，累着呗。下一站去哪儿啊？我可以回家了是吗？谢谢你，大发慈悲，终于可以回家了，太好了。欢迎回家。吃吗？不要吃哪个？来。慢点儿！哎呦妈，你这慢点，别呛着了。
我要知道你们俩病了，我绝对不同意出差这么多天的。老公，你可真行，3天一个字儿不跟我说。哎呀，你怎么扛过来的？男人嘛，该扛就得扛。你出去忙活3天，我跟你说，我跟大宝贝儿受罪3天。周全啊，天天给我们点外卖，你看还不会做呀。我跟你说，用那个微波炉煮鸡蛋，满脸都炸的全是鸡蛋液。那个煮粥的时候，把那锅都快煮漏了，你知道吗？妈，你答应过我不回去说了，你保证了？我跟我们闺女啊没有秘密，我们得互通消息。你不当叛徒真的很可惜。我赶上一个好时代。你跟我说，你指着我批评他呀？我不会，妈，你知不知道？他们公司请这么多天假，还顶了多大的风险？那个领导老难搞了，在度假村的时候，他打电话过来，你又不是没听着。哎，话说回来，度假村2天，这有3天，你回公司能招得了差吗？小丁一直打电话问我呢，重大问题我一直在帮着解决。他们都应该知道，我就根本不用去公司，每次非得要去点个卯、刷个脸，然后在那儿签个到，就变态，就当代周扒皮。你们老板叫周扒皮吗？那周扒皮不是跟我们一个姓吗？我们是周氏家族。姓周的可不一定都是一家人，儿子。我觉得这男的干家务反正够呛。行不行的？他也前后后的照顾了你们3天，对吧，妈？他也是看着我有个好机会，不想让我因为家里的事儿给耽误了。你怎么一点儿都不念他的好呢？我念呀，我念好啊。那你念呀。咱们家周全真叫好，里里外外一把手，没押上韵，没押上韵。哎，你真厉害，老公，你真敢哈！家里俩人都病了，你一个字儿不告诉我。你回来，我这口气算松下来了。你快点收拾，我要睡觉了。我明天还得要去见周扒皮。那周扒皮会不会给你穿小鞋啊？必然的呀。没事，说话太难听。没事，我去不行，我给他跪就可以。我可以不要尊严，我只要养家，让我老婆有名牌包包，让我孩子能够吃好喝好啊，没关系。为了个名牌包包，让我老公受大的委屈，我可不干。再说了，名牌包可以自己买，我有稿费。你那点钱呢，你就打打牙祭，给孩子买买零食啊，你留着买点化妆品也行。哎，你要这么说的话，那我有个东西我得让你看看。翻到第3页。本来呢，我是想签了官宣了，我再告诉你。出版社愿意花30万买下我这本书的版权，你觉得这是零花钱吗？30万，你确定这是人民币吗？不然呢？什么表情？我的合同里面给我压坏了，我跟你讲，这是钱。你干嘛？你不高兴啊？无法面对。你说我厉害，我厉不厉害？你什么呀？你不高兴吗你？我高兴。嫉妒我？你是不是嫉妒我？是的，是的。是不是很厉害？你夸我一句啊！厉害，厉害，厉害，厉害。呀，哎呀，来了！哎，今儿怎么这么安静啊？这不都开会呢吗？哟，小丁发言呢？哎，今天是小丁来主持。都混到主持了，可以呀。哎，我去度假，老吕怎么知道的？你说的？不是，我说你这一天到晚脑子里想什么呢？想工作啊。行，你别说这个。你5天没来了，是不是应该解释一下？哎呦！
你干什么？我对不起，我那个怕打扰您休息。谁休息了？工作中能休息吗？哦，我是在思考问题。那我打扰您思考了。周全儿，你不是挺横的吗？不是。哎，我那还那句嘴是因为连锁反应，我脑子里面想的并不是您。你还不知道吧？几天时间，公司就做了一个大项目，跟你没有半点关系。你现在来干什么？我来道歉。空手来啊？哦，网上已经买好了，明天就寄到了。周全儿，你擅离职守，你还想拿东西贿赂上级？你要敢这么做，我现在就让你毕业。首先我没有贿赂您，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伤害到您了，我买些东西抚慰您，也都是一些小零食，擅离职守根本不存在吧？我本来就应该休息，是您临时提出来要加班的，我有我的生活。你这么一说呢，我反而很内疚啊。这样吧，周全儿，你先工作去，我反思一下。您不用内疚，那个我也不应该这样。我的事儿。哎，我的问题，我的事儿。我的。全哥，出去玩怎么样啊？谁跟你说的？我出去度假了呀？丁哥说的呀，全公司都知道了。来，小丁儿，你跟全公司都说我出去度假了？啊嗨，没有哥。哎，你玩的怎么样？挺好的。这2天你辛苦了。没有哥，这个你1年都没休假了，对吧？你带孩子出去玩玩不很正常吗？行吧，这2天的进度表你整理一下，回头给我发过来。哎哥，还没来得及跟你说，之前那个项目啊，吕总已经交给我来负责了，所以现在我跟你是平级，我不需要向你汇报，更没有义务给你整理那个进度表了。我走这几天，到底发生什么了？没什么。手边，曾上天那故